何时见过这么娇羞的张凌赫啊？这次哥真的是遇上天才了，比较可爱，比较有元气，少女的感觉。对，毕竟他学生时期喜欢的女孩子全是这种类型的，更何况这个甜妹还是个顶级魅魔。田曦薇自然的伸手帮他拿下头顶的彩带，连眼神都不曾在他身上多停留1秒。而张凌赫却在他手伸过来的瞬间乱了阵脚，有种被驯服的大型犬的娇羞感。画画时似是为了看清楚他的五官，他拿笔去挑他的下巴，他压制笑意，骄矜抬头，认真对视，耳朵却红透了。但这个理工男就在这种情况下，用尽毕生艺术细胞画出超绝萌图，有他嘴中他有星星的眼睛和他偏爱的梨窝。游戏加码张凌赫的秘密，其他人跟小田说，如果你想听张凌赫的秘密，直接摔过去。他顺势跌倒，狡黠含笑地看着他，但他还是为了守护他的秘密努力赢下了游戏。他俩之间没有男生必须保护女生的刻板印象。接受惩罚时，他主动说他来。他虽然一脸担心，但没有推脱，只是看到他选到眉粉的粉扑时松了口气。一个是从小到大公认的校草，一个是2016年的最美艺考生，两个从小就知道自己好看的人都带着傲气，他们的互撩像是在较劲，谁先爱上谁就输了。玩当然了时，朱玉从樊长玉严正逐渐变成你我。你会杀猪养我的，对吗？当然啦，你也很为樊长玉心动吧？当然啦，我还能吃到你的肥肠面，对吗？当然啦，你因为我不想离开西湖巷，对吗？当然了。他们毫不避讳的转身重叠，都想逼得对方缴械投降。量体前，张凌赫就对着喊暂停的人豪暗示：“兄弟。”他的手在他身上丈量，他紧张的绷直身体，量腰围时，小田整个人靠在他后背，手不可避免碰到腰间，一个害羞，一个暗爽。暂停指令响起，他一脸明爽的看向兄弟，结束时还恋恋不舍。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吗？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们第一次见面是2022年12月15日的 GQ 盛典，彼时张凌赫刚推荐完《亲亲日常》，然后剧的话，《亲亲日常》、《苍兰诀》我都是同步追的。还不知道那个笑着跑进男主怀里的女孩2年后会跑进自己怀里。那时谁都觉得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次擦肩，可命运偏要安排他们每年年末重逢。一句我经纪人不让我跟你说话，我也是，炸出无数拉郎视频。2024年12月15日逐玉开机了。代拍说两人在片场很高冷，结果代拍拍不到的地方，两人比手力，小田抽走后，此男眉眼一压，抬眼对上他眼睛，却立刻说不出重话，只能轻声哄着：“你要捏我，你要捏碎我。”马上。明明是对戏，还是把壮大一只的自己倚靠在小田身上，把他牵进怀里，一只手牵住他的手，再用自己的2只大手10指紧扣，把他锁在自己手中间。经纪人世仇，但张凌赫纯爱。剧本里没有的回吻，完全是被顶号中。采访问他最吃樊长玉哪种示爱方式，他说：“醉酒后的那些，那句话说不了。醉酒后的示爱吧，樊长玉比较可爱，毕竟可爱到他想亲回去。”开播时评论区那句“这个人是谁呀”，像极了地下恋男友急于得到承认，根本藏不住一点。看到小田面对偶像 JJ 的激动害羞，他笑容淡了一瞬，然后逮住机会一遍遍 Q 他。我跟你说，小田儿，也不是。他来的时候，他走的时候完全是两个。有吗？对啊，你自己看回放吧。在确认小田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时，那句对，第一次见，是第一次见吗？应该是吧。不记得了，反正就当是第一次见吧。真的完全是少男心事。而对于田曦薇来说，她最好的闺蜜来客串，做了喜服，当了证婚人。她总被说遇到男主最丑时候，也总在合作时遇到男主恋情曝光。这一次，她终于迎来了一个正在花期且没恋情曝光的男主。而樊长玉这个角色和他本人也格外相似，大大咧咧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真诚柔软的心，很难不代入，很难不上头吧。一个蛋黄过敏，一个爱吃蛋黄，一个面包脑袋，一个说开家烘焙店。不认识前就有很多相同动作场景类似的照片。她裙摆的颜色是她衣服上的暗纹，她的耳环对上她的胸针，星光大赏官宣照底图都能完美拼合，工作人员做的时候都不知道，就连名字里都带着唏嘘的命中注定。剧本里写的是樊长玉和谢铮的故事，那些镜头之外的瞬间才是属于田作之鹤最动人的部分。他是他唯一的例外，他是他迟到的运气。记得点赞
赞关注哦。